你是不是常听人说，剧本里劫财多要小心米？但劫财真的只会劫米吗？你一定要搞懂它，这个可以受用终身的。首先，我们要记住核心的一点，它劫财劫的是日主自己，因为它代表的是同我的，对不对？它是外界的力量，所以它第一本能是来分夺资源。那它什么时候才能为我们所用呢？关键在于让它调转方向，去帮你整合别人的资源，这就需要一个关键的转换神器，食神和伤官。你想食伤是你生出的才华、技能和创意，但食伤本身就是消耗你自己力量。这个时候劫财这个原本的对手反而能成为一个好的帮手，他既能分担食伤泄身对日主的消耗，还有他自己主动夺取的那个特性，转化为对外开拓整合资源的力量。简单说吧，单独的财格怕见劫财，那就破格了。好比一个人守着一堆金子，很容易被人惦记着，但如果有食伤在中间通关，格局就活了。好比你的才华生成了财富的通道，同时指挥转化了劫财的力量，让他去外边帮你开拓市场，链接人脉，把外面的财整合进来。如此一来整体的能量就从这个内耗变成了流通，就成了食伤生财。劫财反而成了生食伤，护局助财，财富的格局这样自然就打开了。所以剧本不要一见劫财就害怕，关键在于看清全局，有没有化敌为友的机制。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玄机暗里藏，这个玄机谁看到谁已经就成功一半。